大家好，我是嘟嘟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。今天我们来做香芋桃果，表层香脆，内部芋头鬆軟，好吃極了，而且做法簡易，廚房新手成功率高。找個時間，大家也來試試看，相信您會喜歡。蝦米30克，洗淨後浸泡軟。爐開中火，倒入食用油2大匙。小紅蔥50克切成片。中火爆香，油爆至蔥片金黃色。香菇2朵切成絲，加入爆香。浸泡約15分鐘後的蝦米，瀝乾水分，這浸泡蝦米的水保留。再將瀝乾後的蝦米加入一起爆香。最後再將切片臘腸倒入，煸一煸香。因為油用的不多，煸香後的食材不會油膩膩，鍋底完全不留油漬。將炒香後的餡料離火，擱置一旁待涼。檳榔芋頭1個，去皮後清理乾淨，盡可能選用口感比較粉、鬆的芋頭，成品會比較好吃。先將芋頭切成薄片，然後再切成絲。有爆絲器的朋友也可以用來刨一刨，比較容易處理，效果上差別不大。好了，將切好的芋絲放入個料理盆內，加入冷卻後的炒香食材，接着調味，半小匙鹽，1小匙五香粉，1小匙胡椒粉，1小匙白糖，70克花生米，炒香，去衣後加入，用手拌一拌。135克番薯粉，這粉與芋頭比例為1比3，分次加入，接着再加入浸泡蝦米的水100毫升，與粉交替加入，直到完全拌勻為止。芹菜適量，取筋部，不能接受芹菜味的朋友，這芹菜就不要加了。抓勻後的食材就像視頻中這樣，抓起來是可以成團的。預先備好適量香蕉葉，塗點薄油，找不到這香蕉葉的朋友，可以用烘焙紙替代也可以。好了。擱置備用，預備一個桃果模具，預先裹張保鮮紙，方便生坯脫模，再抓入適量芋絲，填滿模具內。在底下墊上蕉葉，輕輕按至緊實，將生坯直接倒扣在蕉葉上，這樣一個香芋桃果生坯就完成了。放入蒸格待蒸熟。其實這芋絲也可以用腐竹皮捲起來，就像肉卷的做法。蒸熟後冷凍起來，想吃的時候再取出來，煎一煎香，也很方便。今天這食譜可以做成香芋桃果9個。預熱一鍋水，水熱上氣後，將生坯墊上蓋好，中火蒸15分鐘。時間到，直接開蓋，這樣趁熱享用，又香又軟的，真的很美味。如果擔心成品降溫後變硬，可以趁熱在表面塗點薄薄蔥油，這樣冷卻後比較不會變硬。
成品降溫冷凍起來，想吃的時候再重蒸，弄熱後一樣很美味。當然，你也可從冰箱取出，室溫下解凍，不粘鍋下點油，用低火慢慢煎香。一直油煎至高面两面香脆、金黃色，這樣吃起來更是另一種風味。好了，煎製視頻中這樣就好了。哇，真的又香又脆的。蒸熟後趁熱享用，口感比較軟，芋頭比較鬆化，口味上比較傳統，一般上家裡老人家會喜歡。煎一煎後口味上就比較香脆，會更好吃。但是這樣容易上火，享用後記得要多喝開水。這個好吃。是的，一個香芋桃果吃出兩種不同口味，令人開心。趁着佳節來臨前做一些冷凍起來，除了可以祭拜祖先，娶個一子一孫好意頭，煎一煎後當早餐也很不錯。希望大家喜歡舅舅今天的分享，謝謝大家，愛你們喲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歡迎大家回來我們的頻道。舅舅最近在忙什麼呀？舅舅與舅母去了新山拜訪朋友2天，除了吃吃喝喝，還特別向他高齡的潮州籍貫母親學了這道潮州紅桃飯果。本櫃安迪已經80多歲了，知道我們想學，他特別開心。他正擔心他這食譜與手藝後繼無人，所以毫無保留的傾囊相授，真的很感恩。回家後舅母照着做，很行哦。鍋裡倒入一點清水，加入60克洗淨後的花生米，中火煮半小時。
好了，大約這狀態就可以了。蓋上鍋蓋，燜個10分鐘。燜過的麵團變得很 Q 彈，這時候的麵團還是有點熱，只要在手不可接受的範圍內，就要開始揉麵了。加入70克木薯粉，再另外準備1碗室溫涼水。揉麵過程中感覺燙手，就將手泡一下涼水降溫，重複這動作直到麵團完全揉勻。分享帶來喜樂，我們下一支視頻再見。大家再見。